你今天香了没？欢迎你来到 QEM 奢华美妆香水的频道哦。我们现在在 YouTube 还有各大 Podcast， 你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。特别欢迎 Podcast 的朋友，在你零碎的时间或者通勤的时间想到我们，那这样子可以边做别的事边休息，边听我们讲香水哦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了哦。那今天要帮大家介绍的这一支是 One Million 100万。这一个在国外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，所以评分的人数都非常高。对，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 Perfume 版，对，香精版。香精版这一个呢，只有在台湾 QEM 配捷独家了，其他地方都没有进。那这一支我们跟陈明老师一起，还有学姐来试香这一支，介绍给大家一下。老师对 One Million 有没有什么概念？之前有没有闻过？没有，但我知道它很有名。好，我只想说，它到底是哪里好闻？所以今天来闻一下。它的一般版是很回归率还蛮高的一支香水，就是使用过的人都会很爱它啦。要2下吗？好2下。要2下吗？我觉得它喷出来声音好好听哦。对哦，就整个包装就很有100万的感觉。是，有哇，很像那个金条啊哦。而且这一支呢，我的同事已经暗示我，他说你要先1分钟过后再来评断这一支，因为它一开始的晚香玉很冲。会吗？对，我觉得是新香料。对啊，我们2个可能对晚香玉都没有比较能接受。对，接受度太高了，所以这一支当初一般版会红起来，是因为那个时候很少人用新香料去堆叠木质香。那它算是新香料堆叠木质香，在那个时候给人家感觉算是很舒服，然后跟其他的香水比较不一样的一支香水。是，算当时香调来讲，算是突破性对的开创者了哦。那这一个一开头其实带一点甜甜的新香料吧，对不对？那老师，前调目前你闻到了些什么？这个晚香玉啊，它是有味道的，不像我上个礼拜买的那个晚香玉，那是没有味道的，那个是插花用的，是插花用的，真是糟糕。你应该把那个插花的来喷一下这一支，味道就出来了。对，那前调你有闻到？我怎么闻到有点豆沙的味道啊？有没有？甜甜的。你先闻到那个新香料的感觉。因为它本来就是要给你咸咸的感觉啦，是咸咸的吗？还是甜甜的？咸甜的那个。好，老师您说，它比较像那种盐分。如果你去宜兰呢，宜兰不是有很多那种那个叫什么豆根哦？不是，宜兰那个叫什么？三星葱？不是，我讲什么？你要讲哪一种饼？不是，就是卤味哦。那个一包一包的叫什么？鸭嗓？不是，有甜的有咸的。牛舌饼哦？不是那个。完了，全部宜兰的美食都讲完了。那个腌制的那个叫什么？蜜饯呐。蜜饯，嘿。然后但是它没有那么的，它糖没有那么多，然后盐又更少一点。但我觉得就是光闻那个气味，有一点这样的味道。有呢有点像你说那个蜜饯，然后是荆棘的，是不是？跟荆棘柠檬汁也蛮像的。有被你这样一讲，有。我们会不会把100万讲的好像太便宜了一点？我觉得这一支是把原本的淡香水跟淡香精结合起来。所以本来淡香水味道你还记得？本来淡香水前面比较带薄荷的柑橘香，前面很清爽，但它后面就是我们现在闻的是淡香水中后段的感觉。对。然后它把那个感觉放在香精的前面，但它多加了一点盐下去，把那个阳光的感觉提升出来啊。有你讲到那个咸咸的味道出来了。对，你这个果然走得比较快，我还以为你是不是讲错了？本来我是甜的，现在那个咸咸的味道开始出现了，很特别。他把那个
它还是要给你清凉感，可是它是，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阳光洒下来，你会觉得是舒服的，是，就是很明亮的那个感觉。对，我觉得这一支有那种很，他刚刚写一个什么，我这边的香调写了一个什么太阳，我想说太阳调什么东西呀？是我怎么没听过这个东西？他讲的是不是向日葵啊？不晓得耶，对，因为前调有向日葵跟晚香玉。哦，没有，太阳是一个氛围啦。那我觉得拿来调类似太阳氛围的，有可能是你讲的向日葵、水仙花，因为它们都会有一个阳光感，对，亮亮的，亮的感觉，它们的气味是比较明亮的感受，心情也比较明亮一点，比较开朗一点哦。那这一支它味道确实一直在做转变哦，从本来甜甜的辛香，现在变成甜甜咸咸的辛香。哦，那这一支的特色，比原版的 EDT 淡香水呢更加的浓郁成熟，那也比较有这种内涵呢，因为它的味道其实算是蛮浑厚的。对，浑厚但不沉重，对吧？会觉得说，这个是有分量的，即便花香或者是辛香，它是有分量、饱满的那一种形象，对吧？老师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这一支应该在晚上啦、派对啦这种比较特别的场合，用这一支会更凸显你的身份啊！我刚刚突然想到，不是这么有质感，真的，我想到是几个欧巴桑，都是就你知道在宜兰，我一直想到宜兰去那边，然后他们。然后就因为就有那个蜜饯的感觉，然后就有欧巴桑，然后看到可能农忙事情做完了，然后可能坐在田边，然后一边吃蜜饯，然后一边闲话家常那种感觉。是，但是你不要看他们这样，他们其实都是百万 million 的这个对，对不对？乡下很多那种都没钱，那就钱没不知道花到，不知道去哪里花。我的跟你的感觉都不一样。对，那学姐来说一下，我觉得。这味道很有层次，因为它那个花香不是要一开始就让你觉得它很花，它的花香都是衬在里面，把辛香料跟木质香，甚至它要给你那个阳光的感觉衬出来的。刚刚那一支如果是刚入社会的年轻人穿的，这一支就是已经在社会上打滚一段时间，穿西装打领带的人喷的，而且是不一样的，混得还不错，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。OK，好，而且我现在味道又开始又在变哦，我真的很厉害，怎么从头到尾都在改变？现在我那个酸感又出来了，酸酸的，本来甜甜，后来咸咸，然后现在酸酸咸咸，又酸酸甜甜，这个组合实在是太妙了。所以其实我刚刚的画面是穿西装打领带的那个 CEO 阶级人在中午一起聚餐，在吃饭谈生意的画面。对，就场面就是意来意去的这种，所以才会有酸甜，就是他们吃的那个食物也在里面的香气。OK， 或者他们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聊的都是酸甜苦辣，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有可能言谈之中的酸甜苦辣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这一支适合什么样的人、什么样的场合、什么时机点使用？就是你想闲话家常，或者是的时候就可以。对，你想闲话家常，想跟人家聊聊天的时候，然后你会说，我这味道很特别哦，你看，给你闻闻看，这样，对，又咸又甜，又带一点微酸，还有一点花香，还有那个树脂的感觉，哇，像蜜饯，或者你觉得像什么？我觉得你看，光是我们两个人的感受就是天差地别，你就知道再给其他人闻，他们感到更多的想象空间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学姐呢？我刚刚前段那个阳光的时候，感觉是足球员足球员，但中段那个层次更多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就是管理阶层的业务员管理阶层的业务员。好，什么叫管理阶层的业务员？就他已经是在管 sales 的人 leader 了，对，他不是自己需要再去，他可能
出来应酬的时候，就不是像 sales 下面 sales 只是去接触一般的店家，他谈的就是一个公司跟一个公司的合作，一个公司跟一个公司的并购案这样，或是合作，对。就虽然它的味道很有层次，可是就像那讲的，它是一个很有能力，然后也要有足够的那种担当跟稳重。对，就算要话家常，也不是没有内涵的话家常。那会不会因为100万，我光看到它这个造型，很容易让人家觉得有土豪感？那这个会不会让人家容易有土豪感呢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我觉得不会耶。OK， 它还蛮现代的啊。就是它有个时尚感的那个香气，就是美国香水会用的那个时尚感的氛围。是，对，好，那这个美国人跟欧洲人的个性其实又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好像美国人用新香料是都点到为止。你看像那个，你不觉得吗？就是它的新香料就是它点到为止。我的想法感受是这样，例如像说你闻那个像 Le Labo 一样，他们家的新香料都不会加太多在里面。OK， 好，那这一支香精版，它的持香可以8到10个小时。好，那我相信它的变化还会再持续，因为光从我们前面10分钟，它就已经变了好几回了。对啊，算是一个百变的100万富翁。对，好啊，那待会我们回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支的后调怎么变化。待会见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YouTube 的朋友跟 Podcast 的朋友们，我们后调回来了，100万，香精版。刚刚我们中场的时候，老师发现说，这个100万居然有多少个版本啊？10几个！天哪！那这意思是什么？就是100万它一定是卖得很不错，它才会开始有很多衍生版嘛。对，就很像最后会搞得让你很迷糊的旷野之心，对吧？对。那个像那大地也是，后来也是5、6个、是好几个版本。对，通常这样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一支，可见得它在国外应该销售的相当好了哦。来，那这一支后调，老师，后调在你身上闻到了什么？淡淡的树脂的味道，树脂，淡淡的 ，OK， 树脂的味道。那你好像也闻到有一些沙沙的味道。对，刚刚啦，现在还好，就是那个沙沙的味道，我要怎么形容？我说很像豆沙，我前调有讲到有一点豆沙味，是不是那个沙沙的味道？你想吃月饼了？季节到了。绿豆的特别对啊，好，沙沙的味道，现在比较没有沙。对，那更多的现在在你身上是什么？就是淡淡的树脂的气味。OK， 然后那甜感还在不在？有一点微弱。OK。那学姐说她其实跑到有皮革的香气去了。我刚刚中间皮革有跑出来，但我现在已经到后面了。我现在觉得我已经从一个在应酬的饭局到一个度假的海边了。那有去坐游艇吗？不然怎么到海边去？因为它现在的那个甜是一个很惬意的甜，就是很舒服的甜。然后刚刚中段有点微皮革，那个可是它不是那种很强烈的皮革 ，OK， 不是像什么黑色安息丽或是猎鹰皮革的那种很强的皮衣的感觉，不是。是它那个皮革是微微很像很舒服的一个皮椅呀，了解。或是你走去精品店会闻到的那个感觉，就是有一个奢华感。有，你这个很像就是100万富翁们一起聚餐聊了酸甜苦辣之后，然后一起坐着游艇。那这个游艇又有皮革座椅，对不对？上面的美食又非常丰富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可以出海，去聊聊更多的商业话题之类的，对不对？我甚至觉得有雪莉桶威士忌的香气。OK， 威士忌酒也要搬出来，那很有可能它就是以这个形式去塑造这一支的味道哦。就是它不是那么正式的100万。它是一个休闲的100万，休闲100万，对，休闲随便赌一场都好几百万，也是，OK， 好，那老师，那后调跟前调，你相对更喜欢
哪一个味道？哦，它的前调嘛，它的哦前调的那种微微的白花，然后一点点甜，一点点咸，然后那种很有层次的味道，我觉得做的还蛮好的。是，我觉得这一支哈，因为它是香精版，我觉得它如果转到再久一点，大概到晚上，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拍的时间下午4点，如果它晚上10点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支一定很美，因为它的麝香是带有 power 感的麝香，麝香本来就已经很贴肤，让人家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它的走法会有点像爱慕的走法，这种到最后晚上10点、11点，你要准备睡觉之前，你再回头闻闻这味道，哦，它会让你觉得陪你一起入睡的那种舒服感是很好的，很值得期待。我觉得它在我身上后段会很像你去美国饭店。每一家饭店，尤其是拉斯维加斯的饭店，每一家饭店都会有一个自己专属的香味。它很像那一间拉斯维加那间 Win 饭店里面会有，最后你在走进饭店就会闻到的一个香气，就是很舒服、很放松的感觉。我觉得它等一下走到后面，就是你刚刚讲那个麝香如果出来的话，应该会有那个饭店给你的很舒服的那个氛围。OK， 好，那你等一下台下再跟我确认一下这个饭店的名称哦，因为我的 AI 字幕 WIN 啊，对，哦，就是赢就对了啦，去那边就是要赢嘛，对不对？不会输的回来这样。OK， 好，来，那老师这一支你会给他几分9.4， 9.4，那学姐嘞？以商业香来讲，9.6，哎，9.6，好，那事实上在两个人身上呈现出来，感觉又不太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一支非常值得你来试试看。那这一个目前香精版只有我们才有，欢迎你来现场找学姐试香一下，好不好？感谢你的收看，谢谢我们这个 YouTube 的朋友订阅按赞，那 Podcast 的朋友多多推广给你身边一样喜欢香水的朋友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觉得这一支女生也可以喷欸